本人把和牛都吹上了天，但我真的很好奇一个事儿，就这么好的牛，它的祖宗到底是谁？就是这个牛从它的父母到它的曾祖父的所有信息都在这上面。于是我就在网上查到了这种牛，它叫神山牛，它有极少量的血统保留到了现代啊！又到了吃和牛的日子啊！这可能是我这5年来在日本吃到过最好的牛肉了。正好东京就有这么一家店，和牛界的继国元一，不好吃它就完了。对ません。あ、そうですね。今日撮影の料理です。アジです。这个菜非常重磅。经典的蛋液拌牛肉塔，那个牛肉脂肪只要16度就可以化开，口感和三文鱼很像，这都是肥肥糯糯的，所以就算是旁边的整块生牛肉，吃起来也有一种大白兔奶糖的味道。然后是牛腿肉做的火腿，它搭配了水果番茄和奶油起司，就能够吃到发酵后独特的风味，也不会很咸。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盘大象，直接到包间给我们烤。先来后切牛舌，烤牛舌真的非常讲究，先大火后小火，烤到表面微微泛焦褐，刚刚产生美拉德反应的时候是最好的，这样它中间还是嫩粉色，轻轻一挤还会往外流汁，所以牛舌吃起来就是水嫩的感觉。还是一句老话，你可以挤，也可以不挤。咬下去的一瞬间，还有点像焦糖布丁，脆嫩的口感和浓郁的奶香，这就是舌尖肉没有的味道。这个牛舌真的太绝了，舌尖肉其实更像菌边的口感，特别的薄，特别的脆，汁水不够，甜葱来凑。接着是横膈膜肉哈拉米，它就是一块吸水的海绵，它每一个纤维里面都是汁水，嚼开它就像喝了碗牛汤。这个是牛胸肉，一般来说牛胸肉是没什么脂肪的，但是好的和牛脂肪就会很多。我第一次见到牛胸肉的脂肪可以这么多的，口感甚至有点像又肥又糯的鸡皮。接着是牛肋骨肉，它属于腰脊心肉，因为这个部位和菲力相接，所以肉质非常的柔软，有一点点像横膈膜肉的口感，但是对比起来脂肪会更少，肉质会更加细嫩。接着是一份黄金西冷，从肋骨里脊到大腿的部位，它就是特别的柔软甘甜，所以当你把它裹上蛋液送进嘴里，它就会无比的香甜。我好想要补米饭了。大家来了日本一定要舔一下和牛的内脏，它跟普通牛的内脏差别特别大。我们今天吃的牛都是没有生过小孩的母牛，因为这样它们的内脏口感会达到一个非常平衡的点。比方说这个牛肝，它没有任何的腥味，能够尝到牛肝里面最醇厚的香味。它这个相当于拿手电筒照了2下，基本上是生的，就是牛肝刺身。然后是牛肠，它已经把多余的脂肪去除，让你沉浸式体验什么叫牛油口香糖。它其实把大肠的外侧烤得还有点脆。它除了用盐和香油以外，它还加入增加秘制的腌制的料。但内脏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胃带，他家选的是第4个胃带，是最稀少的中心部位。这个地方的胃带也是最脆的，所以它嚼起来甚至有点像钢管无肠的小根根，比较打擂的多哈。他家的心管是秘制腌制过的，有一点像甜甜的照烧，但又有一点火鸡面辣辣的感觉，它像鸡软骨。最后主食之一的石锅拌饭特别的讲究，它可以把下面的锅巴煎得如此之均匀。你要是觉得太腻了，还可以嗦一口冷面。最后的甜品是意式冰淇淋，他家的分量其实真的很多。今天真的算是长见识了，神山牛真的很好吃，特别是内脏，不愧是银座，什么都有。阿基推荐指数9.5分，卡维尔。是什么样的餐厅让我吃出了如此前所未有的装逼的感觉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基，今天是姐妹过生，我就在想要去吃什么样的餐厅才合适。总之买好了参赛，我就开始找店了，然后我就在网上找到了这家店，看图片好像还不错，我们就愉快的决定了。又到了装逼的日子，不过到了之后我才发现，并没有那么简单，好浮夸呀。予約させていただいた料理です。あれこのそうです。でも友達が今。然后因为我先到了嘛，我就进去参观了一下。这什么呀？这是皇宫吗？这是。然后我问了一下服务员才知道，这一片地其实是某个伯爵的家，他只是允许我们在里面吃饭而已。我跟刚刚当时还是选的是室外的位置，就是现在突然跳出来一对新人开始结婚，我都不会觉得奇怪。这是我吃到现在最装逼的一个餐厅。一样的不能点菜，只能点酒。第一盘前菜是4个小菜，其实说实话分量还挺足的。第一个是乌贼虾肉沙拉，我就喜欢这种肉多菜少的沙拉。虽然健康，那并不是。原来伯爵每天都吃这么清淡呀。然后一碗白色的浓汤，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它是奶油汤，这个黄色其实今天前菜里最好吃的，它是一坨厚蛋烧，但它里面夹了土豆和甜椒。哇，真的是黑椒哎！表面上是一层烤的黄瓜，就先是上面的香甜，再是下面绵密的鸡蛋跟土豆，不愧是贵妇吃的东西啊！下一个菜，这是一个芝士烤面包条。芝士的微甜带了一点蘑菇的香味，瞬间把我胃吃开了。但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会吃那个法棍的。这个法棍干吃比我牙齿还硬。然后是这一盘龙虾烩饭，虽然并没什么虾肉，就是用虾头熬出来的那个汁做的烩饭，里面还加了些熏肉。感觉吃了很多虾，但又没吃。最后的主菜是一盘青椒，那旁边还送了一个牛排，差点没看到。就是日本的法餐有个很执着的点，他们非常喜欢黑毛和牛，因为这个东西只有日本有，但实际上这个东西非常的油，第一口吃进去你会觉得巨香，然后吃第2口的时候你已经去厕所了。这就是日本和牛的威力。但青椒就不一样了，那怎么弄都很好吃。然后法餐还有个特点，就是最后的甜品会非常非常的多，一般是3到5个品，而且都很好吃。如果说怀石料理是让茶变得更好吃的料理，那法餐就是让甜品变得更好吃的料理。推荐指数8.5分，卡维尔。啊，哎，你们听过反向猫舍这个词吗？这是日本最近兴起的一个新玩法，就是首先这个猫舍并不是给猫住的，而是给人住的。其次你进去之后并不是你选猫咪，而是猫咪选客人，好像有点奇怪哦。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新玩法。最早是在 ins 上面刷到的这家店，我当时就有一个疑惑的预定啊，是家海边的和式旅馆，非常的日本。你知道了，他这个店入住的流程极其的复杂，这老板非常的凶，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所以老板跟我们讲了1个多小时的各种规矩，包括什么日本的动物保护法，什么猫咪如果受到了伤害，我们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啊。难道我住个旅馆还会被抓吗？
当然还有各种照顾猫咪的小常识。上完课之后就会把我们带到房间里，这个地方甚至有种拍电影的感觉。接着就是猫咪选妃的环节，他们平时是集中住在一个小房间里，老板还会给你发一个小册子，上面写了每只猫跟谁玩的好，跟谁玩的不好，并且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跟猫咪套近乎。如果在这1个小时之内并没有猫猫跟你玩的很好，老板就不会允许猫跟你过夜。没加 KBC， 但还好我最后也是用了一点花招，骗到了一只小猫咪一直跟我玩。嘿，今晚你是我的了。然后过一会儿老板娘就会把猫送到你的房间来，这真的是一种很神奇的体验。哎，人在家中坐，猫从天上来。他不理我了，我觉得这些猫它其实是懂的，就是陪客人过夜会有好吃的，待在猫舍就只有吃猫粮。刚才在楼下他还挺粘人的，怎么一上来就这个表情，这满脸开心啊，这你什么意思？哎，但是一到吃零食就很粘人了，怎么这么物质啊你？虽然喂完之后还是一副臭脸，但是好歹知道过来跟我一起睡了，第一次有猫咪陪着睡的感觉真好。对了，今天视频里面所有的猫都是流浪猫，这个也是我很喜欢这家店的一个原因。第二天早上让我最吃惊的是，猫咪居然会主动钻回笼子里，它居然知道自己要回宿舍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清理猫砂盆等各种东西，最后是还给店长。当然店长也会问你昨天晚上猫咪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一切正常的话就可以回房间准备继续上路了。总的来说，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它能给无猫人士或者想养猫又不敢养人士提供了一次短暂试养的机会，也是我漫漫旅程当中一个治愈的落脚点。非常的开心，阿基推荐指数9分，卡玩意儿。我真的觉得鳗鱼要吃这种活杀现烤的才好吃，而且鳗鱼身上居然有这么多部位都是可以吃的。今天找到这家店又在惠比寿啊，又是一家烤鳗串的老店，又到了吃鳗鱼的日子。这个街道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居酒屋，非常适合居住。ちょっと早く着いた大丈夫で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菜单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上面写的大部分部位我都没看懂，墙上虽然挂了些本日推荐，但我们还是直接交给师傅吧。小菜就是一点怀蓉加菜叶子，多是蔬菜，多到150。第二个前菜是一碗垂蓉汤，服务员说这个挤一点柠檬会更好吃。因为它是用烤鳗煮的汤，所以汤里面还有一点炭火的味道，特别香。下一个菜是发箍，那并不是，它是用鳗鱼的一整根骨头炸的天妇罗。你们听这个声音，味道嚼起来像猪大骨里面的骨髓，就油香油香的。接下来是这个串儿，它是用鳗鱼肚子上最肥的那块肉卷成的，你可以清晰的看到它那个皮跟脂肪，而且皮已经烤得焦脆，咬开之后下面还有一层脂肪温柔的接住你的牙齿，那个油的味道特别的美妙。然后这个串儿是鳗鱼侧面的肉，这个基本上全是肉，蘸一点芥末会很香，里面还夹杂了一点鳗鱼的小刺儿，这就是典型的又嫩又脆。但是不得不说鳗鱼是真的油，吃完这一顿那个油真的可以让我难受1个月。好啦，说回下一个菜，这个黑不拉几的像一样的是鳗鱼的里脊肉，我第一次吃这个，它味道特别的腥，酱油都盖不住那个腥味。然后这个特别好吃，你们肯定都吃过鳗鱼干，淡淡的茶香带着一点鳗鱼的油香，再刷上一层甜酱，它的味道特别的丰富，而且口感吃起来跟鸡肝一样。吃多了荤的，接下来就是一盘蘑菇，还有一碗这个是，那是不是有点像主厨的鼻涕？但是真的有人喜欢吃山药泥吗？但是这一盘烤蘑菇是真的很好吃，炭烤出来的香菇真的很上头。然后是2盘烤鳗鱼，这是蒲烧，这是西京烧啊，有什么区别吗？味道好像都差不多，就是甜酱跟盐的区别。炭火的高温会直接把里面的骨头烤脆，所以里面嚼起来其实是咔嚓咔嚓的。接下来是我一直很好奇的这个菜，它是鳗鱼的脖子啊，鳗鱼的脖子在哪儿？然而它烤出来却是这个样子，这是什么呀？这是吃起来像是在吃黄喉，脆脆的，而且没什么鳗鱼味。然后在我们吃了这么多菜之后，终于开始做我们的鳗鱼饭了。师傅是先把肉烤了之后，然后再拿到锅里蒸，最后蘸上酱汁再端给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漂亮，你都能直接闻到炭的味道。我打算把它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吃，哇，一口鳗鱼一口饭，而且这个酱汁的甜度刚刚好，就是微甜的炭火香气。这个肉因为它很嫩，所以它吃起来是很绵密的那种感觉。你们看到它肉里面泛的油光了没？这个就是活杀鳗鱼才有的油光，只能用美丽来形容它了。阿基推荐指数9分，看玩意儿。